在一次线下课堂上，大家探讨过命运这一话题。上课前，满屋子的年轻人还有说有笑，朝气蓬勃的，可一听到命运二字，都渐渐皱起了眉头。有人说自己出身不好，没拿得出手的背景，打工好几年了，还在底层徘徊。有人说再怎么努力，咱们普通人也比不上那些出生在罗马的幸运。见学生们如此颓废，老师连连摇头，对大家说，命运是你看待生命的角度，完全可以自己设计。随后他讲了明代袁了凡的故事，并结合自己对了凡四训的解读，深刻剖析了何为命运。其实多年前他就写过一本了凡四训详解，在书中他结合哲学、心理学，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了凡四训的核心要义。命由我做，福自己求。当你看完这本书，就不会再纠结命是天定还是人定，而是会换一个全新的视角，将命运还原为内在的生命走向。只要凡事向内求，去成长，去改变，命运就永远是一个变量。而这才是一个人改命的最好方式。困住你的不是天命，是认命。在了凡四训详解里，作者先讲了袁了凡的故事。袁了凡本名袁学海，14岁那年，遵从父亲遗愿，走上了行医的道路。一天外出采药时，他在山中的慈云寺偶遇了一位得道高人。这人能掐会算，只端详了他一会，便说，你是做官的命，明年就能中举。而后又将袁学海哪年当贡生，哪年做县令，每次科考的名次悉数告知。最后老神仙还悠悠地说，你这辈子入得了仕途，却做不得大官，娶得起妻妾，却生不出儿子。袁学海听罢，半信半疑，但也打算试试。果不其然，就在第2年，他中了举。而后人生的每一步都被老神仙一说中，袁学海就此认了命。既然当不得大官，就不必刻苦努力，混混日子就好。既然命中无子，就不必正身利己，反正也没人传承。就这样，整整20年，袁学海过的是浑浑噩噩，毫无建树。如此颓废，他自己也很痛苦。毕竟他也有光宗耀祖的宏志，也不想蹉跎大好时光。但每次要争取点什么，他想想自己的命，就顿时泄了气。讲到这里，作者很是感慨，他觉得人要是认定这辈子就这样了，就会不自觉地去过模式化的被规定的一生。这不免令人疑惑，到底是既定的命运限制了我们的人生走向，还是我们当下的念头意识反过来影响了人生抉择？而书里给出的答案是，命运其实没有这么玄乎其神。
真实的情况是，人的念头决定了行为，行为决定了习惯，习惯又决定了命运。恰如哲学家荣格所说，当你的潜意识没有成为意识时，那就是你的命运。对既定命运越是执着，宿命感就越强，人生也就越无力越痛苦。到头来，即便没有外界的牢笼，我们也会把自己牢牢困住。真正的绝境从来不在外面，而是那个一成不变的自己。而天命由我，命运全靠自己创造。心灰意冷的袁学海后来沉迷于打坐参禅中。1569年的一天，栖霞山的禅房里，他屏息静坐着，在他对面同样端坐着的是一位云谷禅师。二人闭目缄口，兀自打坐，已经3天3夜了。最后还是云谷禅师率先放弃，开口说话。他大赞袁学海，觉得他如此入定，将来必成圣贤。但袁学海却说，我之所以心静如水，全因命有定数，没什么可盼的了。随后他将自己如何遇老神仙，如何得命数，娓娓道来。谁曾想，云谷听罢，大喝一声，本以为你是豪杰，原来只是凡夫，被一个算命的算定，可悲可叹。遭此棒喝，袁学海也忽然有了一种如梦初醒的感觉。他不由得想起此前种种，与其说是命定，不如说是自己不争气。他反复思忖着，自己的命怎能被旁人左右呢？何不试着争取一下？从那天起，他将名字改为了凡，了却此前，重振旗鼓。他不再不学无术，开始博览群书，渐渐精通法律、礼数、兵备、河曲等各方面。他不再无所事事，而是修路铺桥，接济灾民，帮扶孤寡，渐渐得到了百姓的爱戴。结果只1年后，在原本算定只能考第3的礼部考试中，他就考了第1名。紧接着他被调往京城，凭借着出众的政绩，升任至兵部主事。想当年那算命的老者断言，他最高也就是偏远小城的县令。而今看来，袁了凡已完全突破了仕途上的命格限定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年近半百时，他竟老来得子，又打破了命中无子的结局。袁了凡的传奇经历果真应了那句，凡富贵功名，皆由命定，半由人力，半由天时。人一旦觉醒，每一天，每一处，每一世，都藏着重生的契机。在书里，作者也提出过一个今日生的概念。从前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，从后种种，譬如今日生，过去的那个你已随时间走远，明天什么样自己说了算。蔡崇达在《命运》一书中说，我们生出了自己的命运，
我们是自己命运的母亲。人生由多种因素聚合而成，只要其中的一个变了，人生的境遇就会重新排列组合，兴衰荣辱，福或成败，像流动的水，没有定式，亦没有定局，所以没有一成不变的命格。在岁月的涛浪中，你完全可以靠自己改变人生的流向。3. 改命最好的方式，凡事向内求，解读《了凡四训》。10. 作者体悟到一个立命的规律，每天去做一件小而切实的事，生活肯定有所改变。过去他觉得自己本性孤僻，在生活中总是格格不入。悟透这个规律后，他一改心中傲慢，时刻提醒自己与人为善。在家对待女儿，他不再苛刻，结果女儿和自己亲近多了。在单位对同事，他开始谦逊起来，结果团队合作也顺利了。如今他人缘好，朋友多，完全摆脱了孤独的命运。为了帮更多人，作者直接在书里提供了改命的方法，即圆了樊先生的3改，做到以下3点，人生境遇大有不同。3.1 是上改。在作者看来，所谓是上改，就是改正根深蒂固的坏习惯。袁了凡分析过他当年做不得大官的原因，那时的他既没有突出的功绩，又不愿意做繁琐的小事，还心胸狭窄，恃才傲物，说话轻率，随意议论。而后为什么官运亨通，就在于他改了这些毛病。他耐下性子处理积攒多年的宋玉，带领全县百姓疏通河岸，开垦废地。在做人上，他也放低姿态，虚心向有德行的人请教，说话办事都小心谨慎。仕途顺遂后，他曾感慨，今欲祸福而远祸，未论行善，先须改过。也就是不管3721，先把旧习惯改掉，再确立新习惯，然后你就会发现，新习惯凝聚了新力量，撬动了命运的齿轮。3.2 礼上改。更深一层看，改命是思维模式的转换。所谓礼上改，本质上是认知迭代。在书里，作者引用了卡罗尔·德维克的终生成长的概念。人的命运之所以不一样，是因为不同的思维模式造成的。思维固定的人，默认一切天定，因此放弃了挑战，变得逆来顺受。而成长型思维的人相信自己的力量，会抓住机会，争取一切想要的。袁了凡也曾笃信，人被一种名为天理的神秘力量控制着。但在云谷禅师的提点下，他明白，所谓的天理不过是种规律。比如在城市的逻辑上，他明白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没有捷径，也没有绝境。比如在个人成长上，他明白要多读书，多思考，不能盲信经验，
要看到万物的本质。袁了凡说：夫血肉之身，尚然有数义理之身，岂不能隔天？透过修习提升认知，让自己的言行合乎规律，人就可以超越命数。驾驭命运的力量从来不在别处，它就藏在你的思维里。3.3 心上改。除了云谷禅师，袁了凡还有个老师王基。王基是王阳明的弟子，经常对袁了凡说：无善无恶心之体，有善有恶意之动，知善知恶是良知，为善去恶是格物，而做到致良知，还得回到本心的修行上。在书里，作者列举了袁了凡的3个修心秘诀，分别是写日记、念清净咒、写符箓。写日记是为了反省自查，而念咒写符是为了锻炼专注力。受此启发，我们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，比如在家里打造一个独处的角落，每天冥想10分钟，比如发展一项爱好，每周抽出时间沉浸式的做事，再比如去读一些修心的书籍，采纳融合先贤的智慧。只要有了修心的意念，命运也将随心而动。禅语有言：一切福田，不离方寸，从心而觅，感无不通。为人一世，心修好了，命就好了。在了凡四训详解的最开始，有句话很扎心。作者说，我们之所以一辈子过得平庸，甚至不如意，是因为我们把自己框定在一个叫命运的格局里。而等看完这本书后，我对所谓的命与运又有了新的理解。当人面对一件事，按照过往的习惯与思维做出的行为就是命。如果我们所做的行为不再按部就班，而是吐故纳新，创造出了新的机会，而这个机会转机就是运。所以命是定数，运是改变。所谓逆天改命，逆的不是外面的天，而是内在的自己。了凡四训中说：趋吉避凶，断然有我，从心而觅，感无不通。修言万般皆是命，我命由我不由天。有缘人了凡四训里边有9个传世观点，如果你听懂了，你命运的齿轮将开始随之转动。第1个观点：一切福田不离方寸，从心而觅，感无不通。求在我，不独得道德仁义，亦得功名富贵。方寸之间，真心所在。大家都在求财富、功名利禄，但大多数人追求的方向错了。说好听的叫向外求，说不好听的叫手心向上，这是乞讨。殊不知，真正的好风水、好人生，其实就是我们内心的丰盈安定。所谓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这世间大成就者又有几何？与其劳苦伤神，
努力成为别人想让你成为的样子，不如先让自己的内心安定下来，接纳自己，做好自己。第二个观点，闻谤而怒，虽巧心力变，如春蚕作茧，自取缠绵。别人的诽谤和指责，那是别人的事情，你因此动怒，即便你再巧妙的言辞和再强大的辩论能力，也只会像春蚕一样作茧自缚，陷入无尽的困扰和痛苦中。不要被卷进小人的情绪里，不要落进小人的圈套里。他看你生气到面红耳赤，恰恰就是他们的小心思。你被狗咬一口，你咬回去绝对不是明智的选择，最聪明的做法是从此远离咬人的狗。当然你实力允许的情况下，那就一杖毙之。观点3，要发耻心，耻之于人大矣，以其得之则圣贤，失之则禽兽耳。错了就是错了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知错就改，善莫大焉。掩饰不是羞耻心的表现，你抱着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心态，破罐子终将被破摔。真正的羞耻心不是自欺欺人的掩饰成瘾，说谎成习，而是坦诚地面对自己的错误，是自知，是自省，是认错，是改过。观点4，要发畏心，天地在上，鬼神难欺。吾虽过在隐微，而天地鬼神实见临之。重则降之百殃，轻则损其献福，吾何可以不惧？没有敬畏心的人是不可能成事的。你不能因为别人不知道就可以为所欲为，因为即便你能骗过所有人，也没法骗过自己的良心，而良心安处，则是神灵所在。一个人做事的底线，是一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根基。那些对人对事毫无底线的人，只想着自己的利益，从来不会顾及别人。这样狭隘和自私的人，即便一时获得了成功，未来的路也会越走越窄，并最终走向众叛亲离，一事无成。观点5，缺乏勇心，人不改过，多是因循退缩，无需愤然振作，不用迟疑，不烦等待。说的就是人们不肯改过，多半就是因为因循守旧，不肯向前。我们要鼓舞振作起来，不要迟疑，不要等待，不要做个活死人，请活出勇猛之心。真正的勇猛不是面对敌人的凶狠，而是面对自己的果决。所谓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，守住你心头这一关，对自己狠一点，这个世界才会屈从在你脚下，否则你就别怪世道狠辣。羞耻心、敬畏心、勇猛心，这3点正是了凡四训里面改过向上的成事秘诀，叫3心法则。观点6，地之惠者多生物，水之清者常无鱼，故君子当存含垢纳污之量，不可持好节独行之操。人呐，不要活得太清高，厚德载物，雅量容忍，
这个世间并无绝对的真理，而且正邪善恶交错，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，不相联系的。我们立身处世的基本态度，其实就是4个字儿，叫清浊并容。这世间熙熙攘攘，人来人往，没有谁可以真正的孤身自傲。你容得下人之短，容得下人之过人，人人才容得下你。观点7，极善之人，数故居他不定；极恶之人，数亦居他不定。极善的人，即使他命中注定是要吃苦的，也会从苦变成乐。大恶的人，即使他命中富贵，也会由福变成祸。这2种人都将不受命数的约束。所谓人善人欺天不欺，人恶人怕天不怕。福善讲成，自有天法。左传里边讲，福祸无门，唯有自照。禅宗里说，万般皆由心，福祸由心造，求和与求福，其实决定权在你自己。观点8，勿要日日之非，日日改过，一日不知非，即一日安于自是，一日无过可改，即一日无不可进。这世间想跟老天对抗，逆天改命的人大有人在，但我一直坚信这句话，真正的改命其实就是杀死昨天的自己。没错，其实你要对抗的不是老天，不是命运，而是那个不知是非，不思进取，不求改过的自己。你怎么过自己的一天，大概率就会做怎么过自己的一辈子。日日其明日，明日何其多。事实上，多少人却是因循度日，枉对一生。观点9，世间享千金之产者，定是千金人物；享100金之产者，定是100金人物；应饿死者，定是饿死人物。人这一辈子，在这滚滚红尘走一遭，规矩其实特别简单，拿你有的换你要的，你所能得的，只有你配得上。无数人都在聊格局，都在聊胸怀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认真地想过这个问题。你此生持之以恒，终生追求的是什么？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，一定不是钱。财富只是个工具，是实现你那个追求的手段。那么你那个能为之奋斗一生的追求到底是什么？想明白这个问题，你配得上荣华富贵，锦衣玉食。反之，如果这个问题你最终也找不到答案，那你的一生必将活得蝇营狗苟，行尸走肉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留下向内求3个字。只要你学会了向内求，乾坤变数则尽在掌控之中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